只因用了团购券，店家就把我的肥牛饭上成了淋巴肉。服了，又一个吃不起原价饭的白嫖穷鬼！我上团购是拿来引流宣传的，谁允许你们买了？合着用团购券低人一等呗，一碗饭10块肉，10块全是淋巴肉。我要求退款道歉，老板娘嘴上滑跪，却趁乱把淋巴肉销毁。哼，没了证据，看你怎么了我！再不走就告你敲诈勒索！我气笑了，连夜实事求是写了1000字评价。凌晨2点，老板娘在我家门口怒泼1墙螺蛳粉，饿了大半天，前胸贴后背，肥牛饭一端上来，我迫不及待夹了块肉送进嘴里，美滋滋咀嚼了2口，熟悉的牛肉鲜味没尝到，腥臭骚肉的恶心味道弥漫整个口腔，我连忙吐出来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块淋巴肉。我将肉扔掉，把碗里的肥牛全扒拉检查了一遍，才发现眼前的这些肉都遍布颗粒，颜色发白的不正常。好家伙，这碗肥牛饭一共10块肉，10块全是淋巴肉，还叫什么肥牛饭？改名淋巴肉饭得了。恶心的淋巴肉让我食欲全无，我放下筷子，神情不悦喊来老板娘。没想到向来热情的老板娘拉着一张比我还黑的脸，慢吞吞走到我跟前，没等我说什么，她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重重啧一声：服了，吃不起原价饭的白嫖穷鬼就是多事，有事赶紧说，没见我忙出忙进，浪费1秒得损失好几10块钱营业额，你赔得起吗？这是嫌我用了团购券，让他少赚了2块钱。肥牛饭原价30，团购价28.88元，9.6267折。当时满脑子都想着快点吃上饭，哪有注意到老板娘的川剧大变脸？现在反应过来，感情是觉得我用团购券低人一等，只配做厕所位呗。难怪我进店时他满脸笑容，还热情招呼我坐宽敞清凉的空调位。一听见我说用团购券，态度180度大转变。核销了券后，他忽然用力将我整个人拽起，说这张桌子被预定了，还让我坐在靠近厕所又闷又热的位置，莫名其妙被耍脸色，还挨了顿莫须有的骂。我心里的怒火顿时烧得3丈高，学着老板娘的语气翻了个白眼。服了，搞不起团购就别搞，便宜那2块跟要了你的命，占了你天大便宜似的。有些商家是就是多，想要流量又不想给优惠，既要又要，又当又立。我真金白银买的团购券，什么时候白嫖你了？证据拿出来，骂我白嫖先把钱退我。你这丫头你什么你？我还没问你我这碗饭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全是淋巴肉，还是猪的？你这不标准的挂牛头卖猪肉吗？我指着碗里的肥牛肉，打断他的输出。气焰嚣张的老板娘眼里闪过心虚，环顾四周，见没有顾客注意到这边的动静，理不直气很壮。什么淋巴肉？我家可都是每日清晨进货的上好现宰牛肉。你这丫头年纪轻轻，见识少，分不清肥牛和淋巴肉，血口喷人的话倒是张口就来，再乱说一个字，我告你造谣！人居然能无耻到如此境界，要不是我知道淋巴肉和肥牛分别长什么样子，还真会被他的振振有词动摇到。我翻出保存的淋巴肉图片，少唬我！秦始皇来了，这碗也是淋巴肉，这属于问题饭，你给我退款道歉！神经病啊！你都吃上没几口饭了，还想让我退钱，还说自己不是白嫖惯。明明我只吃了1块肉，还吐在了桌上，米饭更是没来得及扒拉一口。老板娘可真是颠倒黑白第1名，合着觉得我一个年轻姑娘好拿捏，欺软怕硬呗。可惜了，这回她踢到的是又厚又硬的铁板。那既然各执一词，那我只好请食安局的同志来一趟。如果真是我冤枉老板娘，我愿意道歉。哎呦，小误会一桩，怎么好麻烦食安局的同志？好丫头，这样咱们找第三方来辨辨。如果说是淋巴肉，我立刻退钱道歉。不等我点头，老板娘麻溜请来邻桌的小伙子，我只好勉强答应。我把事情缘由和请求说了一遍，小伙子把肥牛一一夹出来辨别，末了奇怪的看了我一眼：你这碗肉明显就是肥牛啊！什么？你说这是肥牛？这还不知道你们这些女的看老板娘好欺负，想占便宜呗？呵，不跟你这些小男人计较，我找别人来验。谁准你验第2遍了？小姑娘家输不起是吧？错了还不认，脸皮真够厚。醉，你打什么小算盘？我能不知道？团购白嫖不满足，还想敲诈我一笔退款呗？哟，脸怎么黑了？戳中你心窝子了？这人的声音有点熟悉，而且一个吃瓜路人，就算打抱不平，也不会站队如此明显。更奇怪的是，吃饭还戴着个口罩，难道是怕被人认出来？趁两人毫无防备，我迅速伸手扯掉小伙子的口罩，一看还真认识。老板娘，原来你的亲弟弟也算是公平公正的第三方啊！你这打工的把老板请来作证，不合理吧？因为经常来光顾，我知道这家店是老板娘他爸留给他弟的，而老板娘只是代为经营，赚到的钱全进他弟口袋，老板娘则领每月3500的死工资。我就是不退钱，食安局下班了，看你还拿什么威胁我？没想到吧，我就是故意拖延时间的。最烦你们这些动不动就举报的人，团购还挑挑拣拣，有肉给你吃就该感恩戴德了。
原来他真是故意的。在这之前，我以为是老板娘一个没注意，错把淋巴肉拿成了肥牛，只要老板娘道个歉，退钱，这事也就接过去了。没成想后续会离谱成这样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介意闹得更离谱，指鹿为马是吧？谁不会啊？行吧，你们说是肥牛就是肥牛，老板娘我信你。我装作妥协点头，后又疑惑指向隔壁桌的肥牛饭，扬声惊呼：哎，怎么他的肥牛和我的不一样？我的天，难道他的才是淋巴肉？看来我真是冤枉老板娘了。隔壁桌是扫码点餐的，他的肥牛肉很正常，显然老板娘只针对用团购的。趁老板娘没反应过来，我哎呦一声，拦下正往嘴里送肉的隔壁桌女生。姐妹别吃，这是淋巴肉啊！你别听这人的话，他要搞我的店，瞎说的。咱们店里用的都是新鲜牛肉，放心吃。可是老板娘，你刚刚才说我手里的这碗才是正宗肥牛肉呀！你看他的肉和我的肉完全不一样，那他的就是淋巴肉，这个逻辑没毛病吗？女生看了一眼我的肥牛肉，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砰的一声把筷子撂下。女生直接黑脸起身离开了。等她走后，我端着我那碗肥牛饭四处点火。这位大哥，老板娘说了，新鲜肥牛肉像我碗里这样的，你这碗不是病牛肉就是淋巴肉。阿姨，我的可是老板娘认证的超量肥牛肉，一看你的就不是牛肉。老板娘拉也拉不住，逼急了，她伸手要捂我的嘴，被我秒闪躲开。然而大家不是好糊弄的，一瞧我那碗长满小白粒的肥牛，多少品出是怎么一回事？一时间，大家纷纷检查起自己的肉，有刚坐下的顾客，餐也不点了，起身要走人，老板娘慌忙拦住他们。你们别走啊，咱们店里用的都是新鲜好肉。今天是好肉，谁知道你哪天就给我们上坏肉了。就是，听说那小姑娘用了团购券，就得了一碗淋巴肉，我也打算用券呢。用了团购还得看老板娘脸色，我傻得慌吗？还不如去对面过桥米线。上次我不知道有团购，老板还提醒我买哩。团购本就薄利多销，又要团购带来的客流，又不想单价少赚，哪有这么完美的事？事到如今，要是承认我那碗是淋巴肉，等于把店里的客人全部赶走。老板娘梗起脖子，陪笑道：冤枉啊，他那碗真不是淋巴肉，只不过肥牛不怎么新鲜，卖相才不太好。现在的年轻人哪里认识淋巴肉是什么样子？空口无凭，你得证明。老板娘急得直跺脚，我混在人群里，捏起嗓子：你把碗里的肉都吃了，我们就信。赞成，同意。他哪敢答应吃？那可是毒素超标的淋巴肉，他也不敢拒绝。不吃，不就变相承认这肉有问题吗？姐，为了咱店的口碑，你就尝一块吧。一块肉咽都能咽下去，怎么看出有没有问题？要是真肥牛，全吃了也没事儿，不敢全吃的话，我们吃。老板娘她弟出声打断，咻一下将好几块肥牛肉塞进了老板娘嘴里，腥骚臭充斥整个口腔。老板娘哦一声，眼看要吐，她弟眼疾手快捂住她的嘴巴。老板娘嚼了几口，眼泪生理性溢出，最后没忍住吐了他弟一手。他弟尖叫弹开，自证失败。客人指指点点，没1分钟全走光了。新顾客也因我的积极宣传没敢进来。老板娘终于意识到，惹到的是块又硬又难搞的大铁板。她压下眼底的不忿，好声好气请我坐回最凉快的空调桌。哎，好姑娘，这不大年我老花眼，看啥都模模糊糊的，才看错了吗？真是对不住了。要我说，这淋巴肉跟肥牛长得也像，你不能全怪我哈。哦，那怎么老花眼现在就好了？我瞅你也没戴老花镜啊，看来你这是薛定谔的老花眼吗？想老花的时候就老花？呵呵，那可不是。得了，我也不想跟你说太多的废话了，按照食品安全法赔我1000，加上退款。什么？刚刚不是说退钱道歉就行吗？小本生意不容易，店里开业到现在都是亏本经营，大娘上有老下有小，实在拿不出1000块，这是我们1个月生活费了，我给你退款，再补一碗新的肥牛饭，你看行不行？体谅一下大娘哈。经典语录了，原先确实只想退钱走人，但老板娘嚣张不讲理，不让他大出血作为代价，保不准往后还敢这么干。合着你犯了错，我索要合理赔偿，倒成了我逼你们一家子活不下去了。你做生意亏钱，客人就要体谅，也没见你赚钱的时候体谅客人免单啊。我请问谁活着就容易了？赔，不就1000块，老娘半天就赚回来了。你等等，我走一下财务流程。这种私人小店还要走流程？我疑惑，但俗话说留人3分余地，我点头应下，玩起手机等待。几分钟后，砰一声，一碗真肥牛饭出现在我眼前。哟，赔你的，吃，撑不死你。生意艰难，这么大一口锅只能含泪背下，豆窝都没我运呐。算了，大善之人不和小人计较。阿弥陀佛，因果报应。
嘴巴子这么咸，是淋巴肉还没吃够吗？拿走，我不要。老板娘却像没听见，转头走了。我微微惊讶，按照她的抠搜劲，居然没把饭收走。看着碗里鲜嫩多汁的肥牛，脑里浮现的却是恶心的淋巴肉。我连忙把碗推到桌子最边缘。1个小时过去，新客人陆陆续续坐满桌子，我一把抓住老板娘。母猪都会上树了，流程还没走好吗？什么流程？这位顾客，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我瞬间意识过来，这是翻脸不认人，耍赖不想赔呢。我懒得再纠缠，掏出手机，冷声道：“报警处理吧。”老板娘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我吓了一跳，连忙躲开。闻到瓜味，众人纷纷看过来，老板娘嚎得更哭天抢地：“求求你放过小店吧，团购本来就倒贴钱，您喜欢薅羊毛，我们也只能含了忍下。见您是回头客，还多放了几片肉，别家团购偷工减料，我家降价加量，真材实料。您一口都没吃，就诬陷说是淋巴肉，要我们赔1000块，我一大家子要养，哪赔得起这么多钱？您就威胁我要投诉到食安局，要把我的小店搞关门，你是要把我逼上绝路啊？”他桌上的肥牛饭动都没动过，看来是真的。小姑娘年纪轻轻，心肝咋比墨汁还黑？这年头生意难做，还摊上这种碰瓷的骗子，老板娘报警吧。算了，虽然他误入歧途，但我不愿意报警，让他的人生留下案底无迹。众人都叹老板娘善良慈悲，指责唾弃我的声音绵绵不绝。老板娘一脸得意，对着我的脸拍摄。你的样子我拍下来了，我会发到商家群里，不让你有坑害同行的机会。我可以不报警，但你必须赔偿我今天的营业额，45入1万块，否则告你诈骗。原来桌上的肥牛饭是老板娘故意诬陷我的证据，至于淋巴肉饭，早被她趁乱毁尸灭迹。想到这，我贴近老板娘耳边口吐芬芳，果然她扑过来就要打我。这时突然赶来2名警察，及时制止了她。住手！禁止寻衅滋事。 2位警察同志及时出现喝止，一个箭步上前拦下老板娘，跟在后面的还有2名食安局同志。吃瓜顾客以为是来抓我的，纷纷指着我。警察同志，快把这个诈骗犯铐起来！你们谁报的警？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案。肥牛店的老板娘敲诈勒索我，而且我要举报这家店违法使用淋巴肉。我把拍摄下来的淋巴肉饭视频传给食安局同志，老板娘敲诈我1万块的录音则发给警察同志。老板娘指着我，震惊的语无伦次。 你居然录像了！我都答应赔你1000块了，你为什么不删掉？我是蠢吗？不保留证据让你反咬啊！今天大反转，吃瓜路人捂着幻痛的脸悻悻离开。在警察和食安局同志的监督下，老板娘面如屎色，从抽屉中取出10张100元大钞。棺材钱拿好了，谢谢大娘您的棺材钱嘞。事后，警察批评教育了老板娘，肥牛饭店被责令整顿，停业1天，2天营业额就这样水灵灵没了。路过 ATM。 我顺手将钱存进卡里，打开某慈善平台，把1000块全捐进了爱心早餐项目。没想到刚到小区，却被一个外卖小哥喊住了。小姐姐，你这几天可要多加小心，那个老板娘不是省油灯，肯定还会再搞事的。我以前不仅送肥牛饭店的外卖，还是他的常客。某次用了团券，我的肥牛饭只得了3块肉，我去找老板娘理论，要求退钱，老板娘欺软怕硬，给我退了钱。后来我如常送肥牛饭店的外卖单子，却被顾客投诉。 调查之后，我才知道都是老板娘设计的。我去肥牛饭店理论，老板娘却装聋作哑。从那之后，我再不敢接肥牛饭店的外卖单子。小哥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老板娘报复心如此之重，到最后害的终究是店里的口碑。回到公司，又开了个超长会议，早餐和午饭都没吃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一散会，便飞奔出公司觅食。路过肥牛饭店，我余光扫了一眼，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 老板娘一边挥着拍子打苍蝇，一边唉声叹气。我冷笑出声：“自作孽罢了。这片区域全是写字楼，打工人成千上万，除了超级难吃的店，午市晚市就没有不坐满人的。区别对待团购顾客，肥牛饭变淋巴肉，使用团购的饮食店那么多，谁还会乐意光顾动不动就甩脸色的店铺？”思索间，我走进一间麻辣香锅店。老板，来一份套餐 A。好嘞，25块，我扫您。 老板举起扫码枪，抬头看见我的脸时，愣了一下，随后慌忙割下扫码枪，抱歉道：“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店准备打烊了，麻烦您去别家吧。”这家麻辣香锅明明每天都营业到晚上10点啊，可能是老板家里有事吧？我只好点点头，拐角进了隔壁的拉面馆。拉面馆老板一瞧见我，急忙说拉面卖光了，第3家、第4家都用不同理由把我送了出去。 我皱着眉走进第5家店，老板正在包饺子，一见我，迎客的笑容凝固在脸上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您这小笼包在蒸，饺子在包，不像要打烊，也不像卖光了。我能坐下点餐吧？我要去拉稀。
我经常光顾这家小笼包店，算和老板相熟，他是真拉肚子还是撒谎，我还是分辨得出来。我拦下老板，苦笑道：你是第5家不接待我的店，吃一顿饭太难了。老李，我吃你家包子有5年了吧？我什么人品，你总能感受到个1、2吧？老李神情欲言又止，双眼频频朝肥牛饭店的方向望去，心中的猜测得到进一步印证。我一脚迈出店门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为难你。等等，你确实不是那种人，我不该别人说什么就写什么的。我正疑惑着，老李叹了口气，掏出手机，点开一个100多人的美食街商家群。前天深夜，肥牛饭店的老板娘突然发了10几条长语音，全是诉苦喊冤的，说你。根据老李的描述，我拼凑出了个大概。经过淋巴肉饭一事，肥牛饭店的生意断崖式下跌，老板娘心生怨恨，她将偷拍我的照片发到了商家群，哭喊我是个职业敲诈的骗子，让大家避雷。老板娘前脚说完，后脚几个微信号跟着发言，无一不是哭诉自家小店也被我敲诈了小几千。有了这些受害者的证词，原先半信半疑的商家们开始恐慌害怕哪天我选中他们的店，不仅敲诈，看不顺眼了，更要把店搞垮。短短几天，我竟摇身一变，成为七霸饮食街的恶霸了。要是像群里那些人说的那样，我早被市监局的同志请去喝茶了。更好笑的是，他们也不愿意动脑子，思考一下，我若是惯犯，怎么可能此前一点风声都没有呢？老板娘和受害者的语音可以转成文字，截图发给我吗？我可以发到网上吗？尽管发100人的大群，我也没发言，没人会知道是在我这路传出的。你就不怕我把你捅出去啊？老李取出一屉小笼包，放我桌上。快吃，堵上你这张贫嘴。当晚，我整理好老板娘造谣的证据，发送给律师后，匆匆坐上出差的飞机。期间，老李告诉我，老板娘推出了超低折扣的团购，肥牛饭店又恢复了以往的客流。我用小号进了肥牛饭店的顾客群，他艾特我，欢迎新进群的家人来薅羊毛肥牛饭团购半价促销，好评送可乐雪碧啊！大家记得买团购哦，原价点单不划算的。真是讽刺，前几天还团购低人一等，现在却巴不得所有人来买。我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群里大学生居多，几乎不见从前的打工人老客。这些大学生新客，多数来自2公里外的政法大学。大学生生活费有限，碰见性价比高的团购，不行2公里都要去尝尝鲜。出完差回公司，路过肥牛饭店，里面门庭若市。老板娘瞅见我，得意道：“倒是精，没想到吧？我的店时来运转了，这个点还没吃饭啊？该不会是店家们都不敢接待你吧？小屎棍！哼，不屑于跟你说话。”你清高什么劲？骗了我1028块8毛8，不敢和我说话呗？我瞥了一眼老板娘，没在这里浪费时间。等回到家中，律师的起诉状拟好了，问我什么时候发。明天再发。你人还怪好嘞，让他多嘚瑟一天。这不今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？用团购券那天，我本计划写一篇优质长评，推荐肥牛饭店的，谁知录制机位精挑细选摆好，等来的却是一碗骚臭反胃的淋巴肉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我打开大众点评，昵称后缀是金灿灿的 V8标识。这一晚，我实事求是，把老板娘的所作所为无一遗漏写了下来，发布了人生中第1条长差评，平台识别为真实评价，加之我的等级权重，很快升到了第1位。第2天还要上班，我闭上眼睛，沉入梦乡，直到半夜2点，一阵持续且刺耳的拍门声把我吵醒。离门口越近，门外的骂声越发清晰。狗丫头，快把差评删了！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，还有没有人情味了？把我逼上绝路，你也没好果子吃。是老板娘，1年前她送餐来过我家，没想到现在还记得地址。我寻思如何把她打发时，一股浓郁的臭味扑面而来，我被抽了个猝不及防，于是打开可视门铃 APP 查看，将进度调半个小时前，耐心等了几分钟，只见老板娘出现在门口，吃力地提着个大黑桶，放下时砰重重一声，震出不少黑色糊糊。眼红我生意好起来，居然给我写差评，害得我的团购一晚上被退了300-400单。对牛情有独钟是吧？老娘就让你尝尝牛的滋味。一眨眼，整桶牛粪就泼在我家防盗门上，连可视门铃也未能幸免。老板娘神情怨毒，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继续开门。不对劲，按理说干完坏事的人都会马上跑路，老板娘却像是要把我吵醒，等着我抓包她似的。我用脚思考了半秒，打开监控回放，又仔细看了一遍。在老板娘刚来的时候，她踮起脚尖，双手举着一个塑料袋，不知道在门上捣鼓什么。我心下了然，搬来一张小板凳，继续刷手机，拍了半个小时。老板娘大概是手拍累了，下意识拉门把手，发现门锁是打开的状态。老板娘还记得自己埋下的陷阱，只敢推开一条门缝，探头张望屋里。我躲在一侧的死角位，毫不犹豫举起剪刀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塑料袋掉了下来。老板娘愣了几分钟才反应过来，
你哦。要是我没察觉出不对劲，被泼一身臭味的就是我。得亏他陷阱的 bug， 需要门打开至少一半，螺蛳粉带才会断裂坠落。在他扑过来前一秒，我砰的甩上门，老板娘撞了个正着，痛呼：妈呀，我的鼻子！看我不把这扇破门踹烂！老板娘使足10乘10的牛劲，一脚下去，门屁是没有，老板娘的脚趾倒是骨折了。监控画面是她一瘸一拐、狼狈离开的身影，她得意的声音通过 APP 传进我的耳朵。好歹泼了他一门，他的防盗门算是废了，哈哈哈！我也不算亏。我再添油加醋往小区里一传，所有人都会以为是原配找上门来泼了他这个小三一门牛屎。我就不信治不了一个丫头，我要让这小丫头知道什么人能惹，什么人不能惹。牛粪味渗进了屋里，明明洗了3、4遍手，我还是觉得手上还残留屎味。虽然回击了老板娘一身牛屎，但我心里的怒气压根没下去半点。我尽力保护第一案发现场的原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把牛粪的事往家族群一发，姨妈、姑姑、婶婶们全怒了，纷纷派出自家儿子、老公来给我撑场。随后我毛笔沾墨，一张白底黑字的大字报完成，将监控导出，剪辑好保存，同时在二手电器店租了一台40寸的电视以及发电机。老板人好，帮我拉到了目的地肥牛饭店门口，不早不晚，刚好12点，午饭时间。表姐，堂姐我来了。三丫头，几个1.8米的壮汉，像极了要去打群架。我让他们到奶茶店坐着，我搞不定再过来，然后把监控视频投放到电视屏幕上，音量开到最大，大字报展开铺在地上，已经有5、6个人驻足，几人交头接耳的八卦着，我也不解释，任由他们自己解读，只沉默低头，哽咽啜泣，受了天大的委屈般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。没多久，老板娘从店里走出来，小弟还有空位，站在门口多累呀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下一秒，老板娘就察觉到不对劲，趁她脑子没转过来，我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眼角沾了风油精，眼泪簌簌落下。我抱住她的大腿不放，老板娘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我这个小丫头吧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用团购券让你赚少2块钱，你瞧不起团购，给我上淋巴肉饭，我也不应该据理力争，要求你赔偿，我就该当没事发生，咽下憋屈，这样就不会招来你的打击报复了。你在商家群造谣我，说我是敲诈犯，所有饭店都不接待我，这是我得罪你应得的下场。我更不该就事论事，实事求是写差评，气得你半夜泼我牛粪，你还说要在小区造我黄谣，求求你不要，我还想要名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给您磕头。我哐哐磕头，任谁看都是被逼到了绝路，无计可施下的哀求。实际上我边磕边念叨，就连店里正在吃饭的客人也端着碗出来看热闹。听完我的忏悔，众人叹为观止，纷纷怒骂老板娘气绝不要脸，自己错了还怪人家姑娘，欺软怕硬第1名。好恐怖，又是造谣又是上门搞事，店家好极端，苦主注意一下人身安全。我不小心上错几片淋巴肉，他就敲诈我1000块，那是家里1个月伙食费，我心里能没有怨气吗？不就在群里吐槽了几句，哪知道他们当真啊？这能怪我吗？他写差评，故意搞我的店，害我损失惨重，我不给他点颜色看，他都要把我的店搞倒闭了，我反击有错吗？淋巴肉还能不小心上错，编也编个不搞笑的好吗？按照涉案法，最低赔偿是1000元哈，苦主没有更多赔偿，你该偷着笑了。人家吐槽都有根有据，你呢？纯纯造谣，一告一个准。难道故意上淋巴肉不是事实？打击报复不是事实？苦主好心写出来，让大家闭嘴，怎么成搞你的店了？众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对的老板娘哑口无言，颠来倒去只说我撒谎陷害她，但她却什么证据都拿不出，不像我，聊天记录、录音录像、监控等证据一应俱全，应有尽有。最后在警察和路人的见证下，老板娘赔偿了更换防盗门的钱。末了，老板娘挂上讨好的笑容，丫头，是我错了，这样我晚点帮你清洁干净防盗门，换新门也得1个星期，这种脏活大娘拿手，你就给大娘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好啊。晚上11点，手机响起，丫头，你开下门，大娘现在到你家门口了。怎么这么晚？你明天再来吧。我就进去你屋里接桶水，我干我的，不打扰你睡觉。好吧。一打开门，却发现站在门口的是3个獐头鼠目的猥琐男人，为首的正是老板娘弟弟，他们手里拿着粗绳、砍刀，我害怕又惊慌。老板娘呢？怎么是你？敢把我的店搞垮，看今晚我们兄弟仨不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以后都不敢搞事，嘿嘿嘿。哦，是吗？见我不慌且淡定，老板娘弟弟脆弱的尊严受到刺激，抬手要打我，巴掌还没落在我脸上，半空中被人拦截。事后在客房，等不及又担心我的堂弟，他1.8米健身肌肉男，老板娘他弟在他面前像个迷你小手办。敢打我姐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吃了这个门。我们有3个人，1对3，老子怕你了。
话音刚落，我表哥表弟、堂哥堂弟、叔叔伯伯、舅舅一个接一个出现，几个壮汉让客厅一下子变得拥挤。我就一个滑铲，老板娘她弟当场表演了个平沙落雁式，我就发泄完，轮到我输，一个人一个，3个犯罪未遂的人渣，连连跪地求饶，直到天蒙蒙亮，警察同志才上门把老板娘她弟3人带走。恰逢老板娘兴冲冲赶来，看我被收拾的如何，看见他弟被警察带走，他难以置信，又哭又跪，求警察放过他弟。我弟还小，怎么会犯罪？一定是他们设计的，请青天大老爷明察啊！同志，他是从犯。最后，老板娘如愿和他弟团聚，只不过一个在女子监狱，一个在男子监狱。肥牛饭店倒闭后，换了家煲仔饭，实惠好吃，我常去。1年后，我无意间刷到老板娘的视频，附近政法学院学生联合举报一家新开的凉茶铺。这家店生意火爆，据说一杯凉茶下肚，小病丽愈，精神焕发，甚至半天不喝那家店的凉茶就浑身难受的时候，大学生们顿觉有大问题，将凉茶送去检验，结果是小小一杯的凉茶里就存在过量的激素药和头痛粉。视频最后一幕是老板娘被铐走，形容枯槁，双目绝望。希望2进宫的他能学会真正悔改吧。